在三维的世界里，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所谓的二元对立，一个东西要么好，要么坏，自己要么穷，要么富，对方要么爱我，要么不爱我，我要么厉害，要么很菜，一件事要么大，要么小，就是有太多太多的评判和解释。有了解释和评判以后，人就容易产生情绪和欲望，而欲望又会像滚雪球一样，再次产生新的情绪和评判，以及不解释。所以，渐渐第一个人的内心就充满了无穷的匮乏，眼睛里装着的是这个我也没有，那个我也没得到。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跟着虚无跑远了，就像追影子，追呀追呀，好像永远追不到尽头。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你不动不往前看，低头就会发现影子一直在你的脚下。好了，再拉回到正题上来，说前面那个点是为了说明一件事，三维的世界里有大有小，有得有失。你若一直盯着三维世界去看，你就会产生很多的等级之分。比如，我就是难以显化人，我只能显化一个小事情；我就是难以显化大钱，我只能显化一笔很小的钱入账。所以你会很吃力，很失败，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但又迟迟未得到想要的结果。你下错了定义，做错了大前提，搞反了假设。当然，这一句话说起来容易，理解起来就有点费劲。没关系，咱们再接着说。这个世界是一，本质上没有所谓的对立，也没有所谓的好与坏，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是空，空生万有，唯有此才能做到一念即达。存在的意义在于赋予和解释，所以不解释，不动念就不会有相。这是处理所谓的旧故事非常赞的一个思维框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要动不动就学着去转念。当然，我认可转念，虽然这个书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有必要的，但其实又没有必要，很麻烦，浪费时间。最关键的是，这个过程本质上来说还是在围绕着念头改来改去，依旧是在念头上做努力，就是比别人多走了一圈，还未必拿到结果。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在除根，不要去改念，而是去止念，让心不动。看到了我又没看到，好像听到了但又没听到。我不动，如不动，即见如来。念头投往3D，然后产生实相。那么现在尽量保持住对自己想要的那个事情，不产生不想要的念头。不管你过往对这件事，对这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念头，可能很多都是未察觉的。没关系，让它投，让它去呈现。清净无为更容易洗刷掉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念，那么就会出现一个3D 大洗牌的问题。旧故事落幕，新故事开启，直接奔向 2.0。 这个是非常轻松的一条显化之路。如果你想在极短的时间里显化你想要的东西，实现你追求的财富也好，
爱情也好，复合也好，就一句话和宇宙做交易。为什么我要用交易这个词？因为你所得到的东西并不是谁施舍给你的，不是你求来的，而是你发射了什么信号就回馈给你什么，仅此而已。就是我常说的，你付出的能量频率等于你得到的能量频率，所以一切现实的事情其实都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那我们用什么交易呢？感觉感受，你当下的感受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归还给你。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越不容易相信别人的人反而容易被骗，这个其实是有点违背正常思维的。我们身边的人总会告诉你增加防备心，因为你太没有心眼儿就会容易被骗，但现实是心眼越多的越容易被骗。站在吸引力的角度解释，就是当你在潜意识里植入了一个相信就会被骗的负面信念，这个信念终究会实现。人能真的谁也信不过吗？也不太可能。所以一信就遭骗，是内心的投射现实显化出来的。不信你就去观察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有那种乐天派，什么事儿都乐观的，你就看他绝对比大部分人要幸运得多。还有你在看那个满嘴抱怨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一团乱麻。内在穷的人花钱带来的感受是匮乏心疼，内在富的人花钱带来的感受是获得价值。为什么佛家讲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说的吸引力法则。你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善，终究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呢？是过去还是未来的呢？是当下。你当下的内在感受会成为你未来获取的感受。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接下来的内容有点长，但是我仍然建议你耐心地看完。这个影片如果你听进去了，你也一定会显化你本就拥有的一切。什么是显化？显化是一种利用你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来创造你想要的现实的过程。它是一种与宇宙合作，让你的愿望从无形变为有形的艺术。它是一种用你的意识来影响你的物质世界的能力。显化的原理是基于吸引力法则的。吸引力法则是一种宇宙定律，它认为你的思想和情感可以影响你的现实。显化的过程是基于能量的，一切都是由能量组成的。能量是有频率的，就像无线电波一样。当你的思想、情感、行动等与某种频率相一致时，你就会与哪种频率的能量产生共振，从而吸引与之相匹配的事物。思想和情绪的差异。宇宙说，你显化你所害怕的，你显化你所憎恨的，你显化你所喜爱的。宇宙就像一盏阿拉丁神灯，它会给予任何你所追求的。思想是随机出现的，并不会真正的伤害你，不必然使你感到害怕。在思想背后没有这样的力量。情绪是具有强度的思想，是不断重复的思想，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是情绪，而不是灵性的思想。情绪法则说，你显化你所恐惧的，恐惧是最主要的情绪。
是所有其他痛苦情绪的根源。嫉妒是害怕被超越，愤怒是害怕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伤痛是害怕被忽略或羞辱。这清单可以无止境地列举下去。你会吸引你所害怕的事件和人物，你也会显化你所憎恨的事物。你讨厌这种能量，于是将这能量释放到宇宙中，宇宙又将这能量反弹回到你身上。当然，法则也说你会显化你所喜爱的事物。如果你喜爱、梦想、展望某个事物，宇宙就会全力以赴将它给予你。与其将能量放在憎恨上，不如将能量专注于爱；与其害怕冲突，不如将能量专注于爱与和平；与其讨厌贫穷，不如专注于爱与财富。看见自己的内在，承认与接纳情绪存在的事实，不逃避它们。意识和能量，你如何运用你的意识与能量，决定了你所经验的一切结果。物理世界有好些能量模式对人类具有强大作用。事实上，个人能量的原理与意识机制是影响你的目标成果的两个最重要的自然因素。一旦你开始在生活中积极运用这些元素，你就会看到深刻的人生变化正在形成。大卫·霍金斯说过，一个人的意识能级水平最终决定了这个人的生命成就和人生丰富程度。人在一生中所追求的一切目标的实现程度，都取决于其意识能级的高低水平。所以，你必须常这样提醒自己：我现在把自己的意识专注在什么地方，并问，这些意识会为我创造什么？在量子物理学里，意识创造实相。这个原理也同样适用在你的个人世界。我们的世界实在是复杂到很难，只是经由随机的一连串巧合事件就发展到目前的阶段，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意图的结果。成功的第一条法则，显化法则，说明事物如何从无到有的发生。每件事物最先都存在于意识。事实上，你的意识创造了你的生命。显化法则很明确，如果你的意识创造你的实相，那么你想实现的任何事物都必须先存在于你的意识。如果你没有先毫无冲突地定义并感受到成功所带给你的感觉，你就不会体验到成功。也就是要显化成功，你就必须先毫无矛盾地了解并感受成功的滋味，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正面事物，还有你的价值和优先事项上。显化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且我们一直都在生命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正在运用着这些能力。但是因为每个人注意力和专注力的差异，个体的显化能力也有所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心想事成，但是有的人感觉到的却总是事与愿违。因为每个人意识中的差异，造成了每个人念力强度的差异，使得每个人存在着显化程度和显化速度的差异。比如，当一个人对着宇宙下了一个100分的订单，但是最后宇宙只满足了60分，这不代表着显化的机制出现了任何问题，而是这个人还没有完全相信自己的显化和创造的能力。你只相信了60%的时候，
就会在结果中显化出相应的比例。宇宙一直都是非常智慧和准确无误的，就像是一个镜子，一直在反射着真实的你。当一个人希望1个月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订单，但是宇宙用了3个月去实现的时候，这种显化速度的推迟也代表着一个人不够相信。不够相信的时候，意念的专注度就会不够。所以当一个人越来越信任这个过程的时候，整个过程发生的速度就会越快。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你和宇宙的共同创造，所以需要给宇宙和自己更多的信任。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显化的过程可以很轻松，但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人按照自己内在的指引去完成和实践相应的事情。比如说，当一个人向着宇宙下了一个减肥多少斤的订单，这个时候在头脑中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减肥的计划，比如每天锻炼多少时间，少吃多少饭，这个就是自动生成的内在指引。当一个人按照这种内在指引去做的时候，在一段的时间之后，自然就会完成这个减肥的计划。在这个过程本身不需要任何的艰难险阻，本来可以毫不费力的就去完成一切。现在你也明白了，其实不是内在指引出现了问题，其实你一直知道达成心愿自己需要去做什么，有时候也知道怎么做。真正阻碍自己的是，总是觉得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种失控感其实都来自于心底更深的限制性的观念。你不相信自己可以完成这一切，因此在显化的过程中，一个人总是会感觉遇到很多的阻碍，看起来是外在出现的阻碍，其实都来自于一个人内在的限制性信念。这个时候，请不要让自己轻易的放弃，或者是感觉到这些无法真正实现。这个时候其实是帮助自己突破限制的最佳时机。既然显化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么我们其实一直都可以为自己在物质实相中显化自己想要的一切。当一个人愿意相信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因此做到什么并不难，愿意相信才是比较困难的。这种相信不是多少次的心理暗示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靠着自己内在意识的真正改变，不断拆除很多的限制性观念，恢复自己无限的创造能力。因此显化力量展现的前提，其实是一个人有多大程度上愿意去真正改变自己，尤其是深入的去改变自己的内在。一切都离不开每个人在自由意志中渴望自我改变的程度。关于显化存在着几个明显的误区。显化不是神力，而是我们本身的一种力量，因此我们不是额外去获得什么力量，而是去恢复我们本来的能力。我们平时会在很多无意识中使用到这种力量，然后为我们创造一些外在的境遇，但是这种无意识的运用会将自己本来的力量分散在太多的不同事物中。今天想要这个，明天想要那个，或者是一会儿相信自己可以得到，一会儿又不愿意相信。这样的显化到最后也会造成七零八落的结果，也会让一个人怀疑显化法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无意识的运用也会纵容一些消极和负面的意识和意念
为自己创造出一些混杂、混乱和自己不想要的生命外在遭遇，锻炼自己的显化能力，就是在一种更加有意识的状态中去运用这种显化的力量，集中自己的专注力和注意力，在一段时间之内不要变化自己渴望去显化的对象，直到显化结果出现和完成之后，再去转向下一个目标。同时需要去清理自己负面的想法和意识，用一种更加积极的观念去显化。混乱的想法一直在创造混乱的外在实相，而平静和富足的想法会创造出平静和富足的生命实相。显化比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还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们得到的任何事物，我们经历的任何事件，我们遇见的任何人都在一种显化的过程中。有时候在宇宙的共识性下，你正在想到的那个人，这会其实也正在想着你，而你在想他的时候，可能就会收到他的短信或者是电话。有时候你昨天和其他人在谈论的人，今天可能就会在大街上久别重逢，或者是在梦中梦到的朋友，在今天就会突然找你。这些生命中看起来是偶然和意外的表现，其实都是一种意识的显化，而宇宙在这种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必然事件中，其实都想要不断提醒你，显化的过程需要对于宇宙保持一种信任的态度，并且在显化的过程中保持一种轻松自然的状态，不用着急奔向那个结果，而是享受这个有意思的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真实的能力，也会改变自己看待宇宙的想法。显化过程的阻碍看起来来源于一个人的外在，其实根源都来于自己的内在。每个人的阻碍其实都是自己对于自己的限制，对于自己显化能力的不信任，这总是让我们开始一件事情的时候兴致勃勃，但是却无法坚持很久，或者总是自己去给自己泼凉水，加深对于自己、对于宇宙的信任感的时候，可以从一些小的事情的显化开始练习。比如说，最近你想吃什么的时候，不用自己去买，然后在家人出门的时候，给他们的意识发射电信号，在意识中告诉他们自己想吃什么，然后测试一下他们到底会不会买回来相同的食物。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实验可能不管用，但是你可以很多次数重复发射相同的意识讯号，可以将这一切当成是一场意识念力的锻炼游戏。有时候阻碍自己的是对于富足生命的不配的感。谁都想要过一种真正富足、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但是当我们被太多匮乏和限制性的观念所教育和洗脑之后，我们甚至都会相信自己不值得最好的一切事物，其他人值得，而自己不值得。快停止这种自我暴力的念头和习惯性的思维，这些本不是生命和宇宙的真相。允许自己成为富裕和富足生命的创作者和享受者。这个显化的过程不是像是求雨一样需要渴求才可以得到的，而是需要你学会敞开自己的心，去让爱的感觉在心轮的位置流动，学会敞开自己的大门，欢迎富足走进你自己的生命。不是你追逐他跑，而是允许他们奔向你。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得到的比你想象中更多。在显化的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性的生命模式。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其实和当下的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再用过去的人生经历去推测自己未来可能会遭遇的经历。你的当下的情绪体验，当下的意识活动，当下的行动方式才正在为你创造出未来。所以不妨在一天的开始，睁开眼睛的第一个瞬间告诉自己，昨天的自己我已经忘记，今天的自己是一种重生，我要在每时每刻都拥抱自己的新生。同时也需要我们从当前的生命情景中挣脱出来。其实你知道自己一直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命，从我们被教育的样貌中解脱出来。其实你一直知道，被教育出来的你自己不是真正的你自己，从思维意识中的编程中彻底解放。其实你一直都能感觉到内在有很多自己并不认可的价值观，敞开自己去迎接宇宙无限的富足的能量。这是宇宙本来的样子，这也是你的生命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这是你成为自己的必经之路，这也是你与宇宙的共同创造。对那些所有的无价值感说再见。你对于宇宙来说一直都非常重要，你是这个世界的无价之宝。和所有的不配的感说再见。我们存在在这里，就是为了得到我们心爱的事物，和我们心爱的人在一起，做一份自己心爱的工作，过一个充满着爱与满足的人生，放下对于未来的焦虑和担心。宇宙永远是足够的，宇宙永远在为你指明着方向。不仅仅是那些道路会自动产生，而是那些道路已经为你而存在。在任何时候，请对这个过程保持耐心。对于宇宙和自己生命的信任会得到真正的回报，直到这种回报的真实性，让你不再对于这个过程有任何的怀疑。和显化有关的另一个词语是频率，也就是能量的震动。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应该是富足的，这种富足的显化要求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方面所投注的意识频率都应该是高频率的，积极的、开心的、轻松的、感恩的，在正确的频率中去生活，在正确的频率下去做事情，在正确的频率去创造。这种正确频率到来的时候，你会自然明白并感觉舒适无比。这种频率的感受就像是你需要的东西都已经拥有，你爱的人也爱着你，你对于自己的一切都非常满意。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随时随地保持一种正确的频率，但其实我们是可以让自己每时每刻都活在一种正确的频率中。这需要一个人学会对自己调频，调频的根本在于改变自己的意识所关注和聚焦的事物。就像是一个杯子中只有半杯水，你的意识可以因为那半杯水，也就是已经拥有的部分而心怀感激，你的意识也可以因为那半个空杯而感觉到没有而心怀抱怨。你是自己意识真正的主宰，你可以帮助自己选择意识的维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察觉到一些对我们进行降维打击的事物，
当我们在经历了一些事情，看到了一些消息，遇到了一些人之后，没有感觉到意识的提升，反而是感觉到更加恐惧、担心、焦虑和害怕的时候，可以意识到自己能量状态的变化，并且意识到自己刚刚遭遇到了降维打击。最好的避免降维打击的方式，不是去逃避和躲开这些人事物，而是去面对和穿越自己被激起的恐惧，看看这些担忧是否有真的存在的必要，还是一直都是自己在吓唬自己，自己给自己制造着麻烦。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心想事成。现在就可以开始对你的选择有所觉醒，愿你实现所有美好的愿望。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